姐姐，是我对不起你，可是我的孩子等不起了。你还真以为你有病呢？我花了整整3年，才把你的身体养成这副油尽灯枯的模样。为什么？我为你倾尽所有，我变卖嫁妆，在朝中帮你运作，将父亲的兵符借给你，帮你威慑心存不满的将军。那年中秋宴，若非你先一步投壶，抢了他的风头，这太子妃的位置本该是他的。茵茵快显怀了，你也该把这个位置还给他了。这药是你自己喝，还是孤灌？若有来世，我定不会再当这太子妃。今日投壶拔得头首者，便是太子妃。前世我先恕妹一步投壶，可他们却觉得是我抢走了属于她的太子妃之位，最后害我惨死。投壶比试正式开始。昭义姐姐可是京城有名的投壶圣手，今日太子妃之位非她莫属，那是自然。人家可是定远侯的嫡女。这一世，这太子妃我不做了。天哪，姐姐，你竟只中了1倍剑，还是让我来吧。恭喜定远侯庶女宋兰英6箭全中，拔得头筹。看来姐姐同这太子妃之位没什么缘分啊。这怎么可能？我怎么可能只投中1箭呢？宋家妹妹可真是好准头啊！就是平日只听说宋家姐姐投壶准头卓绝，没想妹妹竟然更胜一筹。怎会是他？叶儿，你上前来。据本宫所知，投壶是你的拿手绝技，你更是名满京城的投壶圣手。今日夺得头魁之人，怎会是一介庶女？定是下面的人看差了眼，说错了。本宫这就下旨，封你做太子妃。皇后娘娘明鉴，连中6箭，拔得头筹之人，却是臣女妹妹宋兰英。臣女不才，今日投壶仅中1箭，实在不敢冒领功劳，还请皇后娘娘下旨，册封臣女妹妹为太子妃。娘娘，老奴查验无误，拔得头筹之人，却为定远侯庶女宋兰英。臣女谢皇后娘娘恩典。宋昭义，拔得头筹的人怎么可能不是你？你打小就是投壶圣手，这么多年投壶从未有过失误，怎么可能6箭只中1箭？你是不是故意的？好你个宋昭义，竟看不上我，你好大的胆子！殿下，殿下为何不信茵茵夺款？是不愿娶茵茵吗？既如此，茵茵愿将这太子妃之位让与姐姐。胡说！太子妃之位是你凭真本事争来的，怎能轻易让与他人？孤方才只是没想到，你还藏着如此绝佳的本领。
一时惊喜过头，失了分寸。你这是在做什么？昭义，你可是闻名全京城的投壶圣手，今日这般重要的场合，怎会犯如此低级的失误？启禀皇后娘娘，今日是臣女托大了。臣女平日里腻了普通头发，今日便想试着六箭齐发，却忘了前几日随父亲学习骑射时控秧不稳，不慎扭伤了手腕。今日投铜时忽然旧伤复发，手腕使不上力气，这才失了准头。妹妹若是能入东宫，父亲想必也是极其高兴的。什么？你竟还有旧伤？来人，快传太医！启禀皇后娘娘，宋小姐腕骨确曾有错位，导致筋脉受损，一旦发力过猛，便会酸软无力。既是有伤在身，这场比试自然做不得效。待伤势痊愈，再加试一场。殿下，茵茵还是将太子妃之位让与姐姐吧。茵茵只是一介庶女，身份低微，本就不敢奢求嫁与殿下为正妃。茵茵只盼能常伴殿下身边，哪怕只能做妾，茵茵也是愿意的。茵茵，有姑在，你何须如此委曲求全？母后，此举不妥。今日参赛贵女众多，您怎能因为她宋昭仪一人有伤，就推翻整个比赛的结果？若下次比赛另有其他贵女受伤落败，结果岂不是又要作废？如此反反复复，儿臣要到何时才能娶到太子妃？殿下说的在理，宋昭仪自己有伤失误，凭什么叫我们大家陪着她一起加持？就是，投壶靠的是真本事，又不是比谁会装可怜。要我说啊，她就是个福薄的，根本担不起这太子妃的尊贵之位。臣女多谢皇后娘娘好意体恤，但加试一场，恐不能服众。不论原因为何，输了便是输了。臣女愿赌服输，绝无怨言。母后，您在比试前便当众与了太子妃之位为彩头，现下反悔，您要叫外人怎样看待我们皇室的信誉？况且，儿臣本就与茵茵两情相悦，情投意合，还请母后成全。往后还请殿下多多怜惜妾身。你当真要娶这个庶女做太子妃？母后，茵茵就是儿臣的命，她虽然不能选择自己的出身，但儿臣能选。这太子妃的位置，儿臣今生只认她一人。儿臣多谢母后成全。宋昭义，姑知道你对姑一往情深，暗自倾慕已久。姑也知道你们姐妹俩感情深厚，不好叫你们以后分开。这样吧，大婚那日，你便随茵茵一同入府，做个平妻吧。本宫觉得太子这番提议甚是不错，既全了你们姐妹的深情厚谊，又弥补了你今日未能夺桂的遗憾，简直是两全其美。往后啊，就让茵茵只管貌美如花，你呢，就只管打理东宫的家宅事务，后院少些争斗，本宫也能省心些。昭义，你放心，本宫可代太子向你承诺，以后他荣登宝座，入主中宫之人一定是你。你意下如何？姐姐爱慕殿下多年，如今终于得了入东宫的机会，心中定是千百个愿意的。哼，能入东宫那是他几辈子修来的福气，他难道还敢拒绝不成？不过虽说是平妻，但茵茵你才是堂堂正正的太子妃，这婚礼的规格绝不能越过你。至于他一抬小轿从侧门抬进东宫便是了。请娘娘恕罪，臣女族中有训，绝不可二女同侍一夫。若娘娘今日执意要逼臣女入东宫为妾，
女便只有以死名义了！快拦住他！哎呦，你这孩子，怎的性子这般刚烈较真？你不愿，本宫还能强逼你入东宫不成？快起来，快起来！罢了罢了，你快回去歇着吧，可别再做傻事儿了。你爹娘还在家等着你呢。谢皇后娘娘体恤，臣女告退。选一个毫无背景的庶女做太子妃有什么用？不仅得不到定远侯半点兵权，还会让太子沦为全京城最大的笑话。大小姐，请上车。姐姐，我知道你对平妻一事心存怨言，可我连中6箭，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殿下又真心待我，我实在不忍看他为难。姐姐，茵茵求你了，你就成全我们吧。等日后入了东宫，你想怎样，茵儿都毫无怨言。便是掌家之权，茵儿也愿让与姐姐。你跪他做什么？你是姑的太子妃，今后只有她跪你的份儿。宋昭义，姑与茵茵青梅竹马，情投意合，姑愿让你以平妻的身份入东宫，已是看在她的面子上，更是抬举你们定远侯府了。你别得寸进尺。哦，看在她的面子上，今后你也休要在茵茵面前摆什么嫡女的架子，否则姑不介意换个人来做这平妻。还有一件事，茵茵毕竟是以太子妃的身份嫁入东宫的，你作为姐姐，也该为她添一份妆。姑听说你手中有一套太后御赐的白玉凤凰头面，便将这套头面送与茵茵吧，就当是为你今日的不识相赔罪。殿下，您说笑了。臣女可从未答应过要入东宫做着什么劳什子的平妻。宋昭义，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你心悦姑，你不嫁姑还能嫁谁？难道你还能终生不嫁不成？那是臣女自己的事，不劳太子殿下费心。姐姐，你是不是不想为我添妆，才故意拿不嫁殿下这种气话来搪塞？我知道我出身低微，不配要姐姐的东西，可殿下这么做也是为了定远侯府好啊。若是大婚之日，让人看见我的嫁妆那般寒酸，指不定外头要怎么在背后耻笑侯府呢。父亲平日里这般疼爱姐姐，将最好的都给了你，姐姐怎能因为自己的一己之私，将侯府置于此等不义的地步？茵茵说的对，你若有茵茵一半的懂事体贴，姑也不至于觉得将你纳进东宫都是抬举你。宋昭义，姑给你的台阶已经够多了，你若再不识好歹，姑就只能收回这平妻之位了。到时候你别哭着来求姑。是吗？那臣女可真是求之不得。头面我不会给，平妻我也绝不会嫁。妹妹既然口口声声为了侯府着想，
就该知道大招的律法。庶女出嫁就是那个寒酸的规格，莫说是嫁太子，你便是嫁给当今圣上，也是那个规格。怎么？难道你要为了满足你的虚荣心，让定远侯府为你违背祖制、僭越律法不成？我没有，殿下，我真的没有那个意思。够了！阿姨，别闹脾气了。你是定远侯嫡女，金尊玉贵，不差这一套头面，便是给了茵茵又何妨？不可能！你既如此冥顽不灵，那这定远侯府的马车便容你不得了。你自己走回府去吧，好好反省反省你的规矩。皇上宽宏大度，想必一定会体谅臣女体弱。臣女这就去求皇上，另派一辆皇家马车送臣女回家。宋昭义，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何至于惊动父皇？姑突然想起姑的马车就在后面，便不借用你的马车了。阿姨，你回来了。母亲，茵茵发誓，茵茵真的无意与姐姐争抢些什么的。可殿下说他心悦茵茵，执意让茵茵来做这太子妃，那是东宫的旨意，茵儿只是个庶女，不得不从啊。茵茵知道姐姐心里定是不痛快的，可殿下也当众承诺了，会以平妻之礼迎姐姐入东宫。姐姐又何必连一套头面都不舍得赠与茵茵添妆？姐姐身为定远侯嫡女，金枝玉叶，什么奇珍异宝没见过，从不缺什么头面。那等物件放在姐姐这儿，也不过积灰罢了，还不如赠与茵茵，全当是全了咱们姐妹一场的情分。母亲，茵茵深知自己只是一介庶女，往后便是做了太子妃，也是万万不敢在姐姐面前拿教的。便是东宫的掌家之权，茵茵也从未肖想过半分。茵茵不过是想占个名分，替姐姐挡一挡外头的风言风语罢了。母亲，茵茵求求你，替茵跟姐姐说说好话吧。那套白玉凤凰头面，就当是姐姐疼我，给我添个妆。以后我在东宫站稳了脚跟，也好念着姐姐的好。等姐姐入府，我也绝不叫她在东宫被人欺负了去。好孩子，快起来。你说的这些，母亲都听明白了。你虽只是一介庶女，但如今有大造化，嫁的可是东宫太子。你且回院子安心准备婚事吧。你放心，该你的头面嫁妆，定远侯府一样都不会少了你的。我就知道，茵茵就知道，母亲待茵茵最好了。去吧。放肆！还不给我跪下！阿姨，你便是再心软，也不该在中秋宴上故意托把输给宋兰英。她的身份，假如皇室都牵强，怎配做太子妃？若是传出去，别人怎么看我们定远侯府？父亲，
她当然不配，因为她根本就不是什么侯府小姐。你说什么胡话？老爷，阿义没说谎，兰英确实不是我们的亲生骨肉。当年出征北疆时，我临盆在即，那稳婆动了歪心思，趁乱抱走阿义，将自己的亲生女儿换进了侯府。这等下作刁奴，竟敢混淆侯府血脉！我昏睡前曾看见阿义后颈有块蝶形胎记，醒来后身边婴儿却干干净净。我暗中查了整整2年，终于在城郊破庙里找到了他。那时，那稳婆因欠下高利贷，全家已经被逼得死绝了。阿姨，这些年是为父没有保护好你，苦了你了。父亲，女儿不苦，只要能回到父母身边，女儿便是世上最幸福的人。是我心软，抱回了阿义，却没把宋兰英赶走，想着稚子无辜，给了她庶女身份养在侯府，谁知竟养出了一头恩将仇报的白眼狼。此等鸠占鹊巢的恶女，竟还在今日中秋宴上设计害你！老夫这就去把她赶出侯府，扒了她这层假千金的皮。父亲息怒，此时赶走她，太子只会以为我们在刻意刁难他心爱的女人，反而会更加记恨侯府，引来皇权打压。那就任由她去东宫作威作福。父亲放心，她既然这么想做太子妃，那我们便送她一程。爬得越高，摔下来才会粉身碎骨。看她那副得意的样子，不过是个侯府庶女，尾巴都翘到天上去了。嘘，你小声点儿，人家现在可是太子殿下心尖尖上的人。姐姐，中秋宴上是不小心抢了姐姐的风头，茵茵今日便当众给姐姐赔个罪。往后姐姐可切莫再因这种小事和茵茵闹脾气了。姐姐坐那么远做什么？是还在生茵茵的气吗？妹妹多虑了，我一向喜静。茵茵敬姐姐一杯，就当是赔罪了。姐姐喝了这杯酒，咱们就还是好姐妹。妹妹，这是哪里的话？咱们姐妹谁嫁入东宫，不都是侯府的荣耀？妹妹既然有这个福气，姐姐替你高兴还来不及，怎么会跟你置气呢？这杯酒，姐姐可受不起。姐姐，你竟还是不愿原谅我吗？也对，毕竟是我这个做庶妹的抢了姐姐太子妃的位置，姐姐生我的气也是应该的。放肆！宋昭义，你技不如人，输了太子妃之位，就该自己失去。茵茵耐着性子屈尊降高给你赔罪，已是给了你天大的面子，你别给脸不要脸。殿下言重了。臣女自知才疏学浅，不敢高攀，但这酒，臣女确实不胜酒力，不能喝。都是自家姐妹，在这御花园里闹成这样，成何体统？昭义呀，你是定远侯府的嫡女，更是京城世家女子典范，该识大体才是。喝了这杯赔罪酒，你们姐妹和好如初，传出去也是一段佳话。昭义，你觉得呢？既是皇后娘娘的懿旨，那臣女便恭敬不如从命了。臣女喝完了。今日起，茵茵便是太子妃了，
姐姐不想祝福茵茵吗？我倒要看看你们究竟想做什么。那便恭喜妹妹终于如愿以偿。娘娘，臣女觉得头有些晕。姐姐，你怎么了？怪我，竟想着给姐姐赔罪，却忘了姐姐向来不胜酒力了，这可怎么是好？昭义醉了，来人啊，快扶他到偏殿去休息。你去熬一碗醒酒汤，待会儿给昭义送去。奴才遵旨。姐姐，你就好好睡一觉吧。等你醒来，木已成舟，就什么都晚了。迷魂香，原来你打的是这个主意，那你便好好享受你给自己准备的大礼吧。宋大小姐，这么巧。我没事，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昨夜在军营吃酒，正巧抓到2个东宫的暗探，审问之下，听到他们商议对你不利的计划，我便顺路进宫来看看。堂堂东宫太子想要拉拢定远侯府，竟用后宫这种下作手段强抢臣妻，也不嫌丢人。既然他想做局，那我便将计送他一份大礼。那我可就等着看好戏了。阿义，跟我走，今后我来做你的靠山。别怕，有我。宋昭义，姑给你的机会已经够多了。你本来能以平妻的身份风风光光的嫁进东宫的，可你偏要拿脚，跟姑玩那些欲擒故纵的戏码。这一次，你逃不掉了。昭义，别怪姑，你如今身败名裂，不得不做姑的妾，都是你自找的。娘娘，定是老奴看走了眼。宋大小姐可是定远侯嫡女，自幼家规森严，怎会做出秽乱宫闱的丑事儿？秽乱宫闱！天啊！难道宋昭义和外男在偏殿？真看不出来，平时装的那么清高，私底下竟如此放荡。是与不是，本宫亲自去看看，自见分晓。若是有人敢在皇宫内院行此苟且之事，本宫绝不轻饶。把门给本宫撞开！
母后，母后息怒，儿臣知错。但儿臣与昭义也是两情相悦啊！我等今晚吃多了酒，一时之间情难自禁，才会做出这等糊涂事，求母后成全。混账东西！你若是真心悦他，大可去找皇上求一道赐婚圣旨，何至于在宫中行此下作之事，平白污了皇家的颜面？罢了罢了，既然事情已经发生，姑娘家的清白也不能毁。哼，便传本宫懿旨，叫宋昭义7天后与他妹妹宋兰英一同入东宫吧，就委屈昭义做个平妻。往后她们姐妹俩在东宫互相扶持，也算是一桩美事。慢着！臣女倒是不知，臣女何时与太子殿下两情相悦了？臣女与殿下无冤无仇，殿下何故要在众人面前如此污蔑臣女的清白？宋昭义，你怎么在这儿？你在这儿？他刚才在床上跟姑……怎么会是你？你怎么会在姑的床上？是宋昭义，是他给我和殿下下了催情药，我们才会神志不清，做出此等丑事来。娘娘，您可千万要为我们做主啊！茵茵被陷害受辱也就罢了，可殿下乃是一国储君，身份何等尊贵，姐姐此般恶毒行径，是将皇室威严置于何地啊！妹妹，你口口声声说我下药陷害你们，那你倒是给大伙解释解释，我一个喝醉了酒的醉鬼，是怎么当着满园贵女和皇后娘娘的面给你们俩下了药，又是怎么把你们两个大活人精准无误的弄上这张床的？若不是你干的，那你刚才去了哪里？你为何不在偏殿中休息？你肯定做贼心虚跑了。他自是偶遇本将军，同本将军叙旧去。殿下，这次臣得当殿下是吃醉了酒，不予计较。但下次若再苟同被发现，可别再乱叫臣未婚妻的名字了，不然臣只能请皇上为臣主持公道了。你说什么？未婚妻？宋昭义，你怎么可能会是他的未婚妻？姑不信！太子殿下，你失礼了。宋家有训，宋氏嫡女绝不做妾。太子给不起正妻的位分，臣给得起。往后还望殿下自重，莫要再纠缠臣的未婚妻。臣未婚妻身体不适，臣先行告退。宋昭义，故意屈尊降贵，许了你平妻为如此贪心，你给姑回来！殿下莫急，姐姐那般爱慕您，怎舍得真的嫁与旁人？许是气不过殿下今晚之事，在故意演戏气您呢。殿下不可乱了阵脚。宋昭义，
姑就知道你心里始终放不下姑，所以才穿着正红嫁衣在这里等姑。既然如此，姑也愿再给你一个机会。姑可以将太子妃的正位留给你，但你入府之后，脾气得改改，你得事事听林音的，便是东宫的掌家之权，也该交由茵茵打理。太子殿下，您今日来接的是我定远侯府的庶女，我定远侯嫡女的婚事，不劳您一个外人在这里咸吃萝卜淡操心。好一个定远侯府，好一个宋昭义，竟敢在大婚当日给姑拿娇！你真以为姑非你不娶吗？姑倒要看看，今日姑不娶你回东宫，你日后如何收场？姐姐，那妹妹就先走一步了。母亲，同为定远侯府的女儿，为何女儿的嫁妆仅有区区8台？您之前明明答应过让姐姐把那套御赐的头面送与女儿填装的，可为何我头上顶着的只是一套如此普通的便宜货？哎呦，堂堂侯府千金嫁入东宫，居然只有8台嫁妆，连普通商户人家都不如啊！庶女就是庶女，还敢跟嫡女攀比，真是丢人现眼！姑早就说过，你该将这套头面赠与林英当做赔礼。宋昭义，你明知道姑与林音是青梅竹马，怎么就不能懂事点？你到底有没有将姑这个太子放在眼里？殿下若是执意要抢，妾身绝不阻拦。但婚礼以后，妾身便要进宫，向太后言明今日经过。若殿下觉得太后不会怪责，便去取吧。8台嫁妆，1套头面，已是我看在多年情分上做出的最后让步。你既要闹，那今日便将事情的始末都说个清清楚楚。你本就不是侯府血脉，而是当年被刁奴调换的假千金。什么？不是侯府亲生的，竟是鸠占鹊巢的假货！这是你亲生父母的遗物，以及他们的悔过书。这是当年盖了官印的收养契约。当年我怜你父母双亡，不计前嫌将你收养，不成想竟养出个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既如此，从今往后，你便安心做你的太子侧妃。定远侯府，别当是从未有过你这个女儿。这不可能！不可能！不仅不是侯府千金，还背了巨诈的，都是假的！你们在胡说！你们分明是偏心姐姐！你们就是不想落人话柄，才故意给我编造出这么个不堪的身份！夫人所言不虚。本官乃户部侍郎。以上种种收养事宜与债务，在户部皆有备案，盖印为证，铁证如山。这不可能，怎么会这样？殿下，你相信茵茵？茵茵真的什么都不知道，茵茵真的是侯府小姐啊，殿下。原来殿下说喜欢茵茵，前提是茵茵是定远侯府的女儿。原来殿下也同他们一样，骨子里从来都没看得起茵茵过。既然如此，那茵茵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顾心疼茵茵都来不及，又怎会嫌弃茵茵？殿下，真的？你只管安心嫁入东宫，剩下的事，姑替你担着。福侧妃上小轿。宋昭义，这是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你若是再拿轿，那你这一身朱红嫁衣可就白穿了。姑告诉你，姑不是非你不可。太子好意，臣女心领了，但臣女的发君还未到，臣女不能离开。好，好得很。等定远侯府沦为全京城的笑柄，你可别哭着来求姑娶你。来人，奴才遵旨。去侯府看看宋昭义那贱人这会儿知错了没有？若是知道错了，让他连夜来东宫跪地请仇。姑心情好，或许还能给他一次机会，收做个侍妾。殿下，这宋大小姐她已经成婚了。你说什么？殿下，您忘了吗？今日也是宋大小姐和顾燕慈成婚的日子，这会儿他们恐怕已经成礼了。姑都没娶她，她怎么能成婚？她又能和谁成婚？你不是说他们成婚只是欲擒故纵吗？你不是说宋昭义只是演戏给姑看的吗？殿下，茵茵也没想到姐姐会真的嫁给顾言慈。不知道。茵茵不是故意的，茵儿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你什么都不知道，你敢在姑面前胡说八道些什么？今后你在东宫好自为之吧。殿下，今夜是您和茵茵的洞房花烛夜啊！您若是走了，要别人怎么看茵儿？茵儿闻后还怎么做人？你还有脸求姑留下？你知不知道，姑不仅彻底失去了定远侯的兵权，还失去了宋昭义那套头面所代表的免死金牌，这些都是因为你这个蠢货！不是的，殿下，不是这样的。来人，备马！姑要去顾府，姑要去抢人！殿下，使不得啊！殿下，顾燕慈手握重兵，今夜大喜，您堂堂太子怎能这样硬闯臣子的府邸啊？不管他大喜不大喜，宋昭义是姑的人，没有姑的允许，谁准他顾燕慈娶了？夫人，时间不早了，我们该歇歇了。殿下，您不能进去，这是顾府，可让谁可能进去吗？给姑滚开，当姑者死！宋昭义，你怎敢！她是姑的太子妃，放开她，否则姑要你的命！殿下是不是喝多了，走错门了？这里是顾府，我身后的是陛下亲赐的顾府夫人。太子殿下深夜强闯臣妇的新房，莫不是疯病犯了？有病就回东宫治，别来我顾府撒野。你叫他什么？你竟然为了他，连姑都不要了！连姑不要了！顾燕慈，姑今日就是杀了你，也要带他走。他是姑的。殿下的。
可这赐婚的圣旨上白纸黑字写的，怎么是我顾燕慈的名字？你竟真为了他去求了父皇的圣旨？你这个疯子！当然，殿下大可以一剑刺下来，杀了臣，便不会有人阻止您带臣妻离开。只是无辜杀害朝廷命官，甚至剑斩圣旨，这藐视皇权、大逆不道之罪，你担得起吗？殿下觉得，皇上若是今夜之事，你这储君之位还坐得稳吗？你敢威胁姑？顾燕慈、宋昭义，你们给姑等着，姑绝不会善罢甘休。宋昭义，我们可是青梅竹马，你怎能对姑如此心狠？你怎么能嫁给别人？你小时候明明说过要嫁给姑的，怎么突然就反悔了呢？你明明说过要给姑当太子妃，要给姑生小世子的，你都忘了吗？怎么就只剩姑一个人还傻傻记得了？你回来好不好？姑不要宋兰英了，姑回去就把那个贱人休了。昭义，姑错了，姑真的知道错了。你回来好不好？姑不要宋兰英了，姑回去就把那个贱人休了。太子妃的位置不，皇后之位姑只给你，只要你愿意回来。哎呦，我的殿下哟！殿下您在哪儿啊？殿下，你怎么坐在这儿冷冰冰的地上啊？小心龙体啊，殿下！昭义，姑的昭义。站住！你在那里干什么？来人，给姑抓住那个狗奴才！老实点，别动！说，你和宋兰英是什么关系？为什么在这鬼鬼祟祟的烧剑？殿下饶命！殿下饶命啊！小的是宋侧妃的陪嫁下人，是侧妃娘娘让小的赶紧把这些剑拿去烧了，毁尸灭迹。说这东西留着是个祸害，小人也只是听命行事，根本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玄机。殿下饶命！宋兰英6剑全中，彻查，给我彻查到底！剑壶遇剑，任何细节都不许放过。末将遵命。到底是他藏了实力，还是在这剑上做了什么见不得人的猫腻？启禀殿下，查清楚了，侧妃娘娘在宴会上用的这个剑壶底部被人暗中粘了一大块极强的磁石，而那些剑尖上不仅加了玄铁，还涂了特殊的胶水，所以无论怎么投，只要方向大致不差，剑都会被磁石吸入壶中，且剑入壶绝不反弹。贱人，竟敢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骗姑！殿下，还有一事。还有什么？查了定远侯府，发现侧妃娘娘处哭诉自己在侯府饱受欺凌的事情，全都是假的。定远侯夫妻待她视如己出一样好。她虽是个身份低微的庶女，可这么多年来的吃穿用度、教养资源，根本不存在半分苛待。好一朵出淤泥而不染的白莲花！姑以为她性子软弱，以为她天真懂事，事事由着她，护着她，真是个笑话。失去了宋昭义，失去了100万兵权，连免死金牌都没了。
我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笑话。不想他竟是从头到尾都在把姑当傻子一样骗，他每一句话每一滴眼泪都是假的。姑因为这个满嘴谎言的贱人，亲手把宋昭义推给了顾燕慈。姑因为他丢了定远侯手握重兵的100万领权。宋兰英。殿下，茵茵就知道殿下心中是有茵茵的，您终于来看茵儿了。你还真以为你瞒得住？3年前的投壶，你耍的那些下作手段，真以为我查不出来？这太子妃之位本就该是昭义的。不是我做的，是宋昭义自己技不如人，我没有抢，我真的没有。殿下在说什么？茵茵听不懂啊。是不是姐姐同殿下说了什么？可是茵茵6剑全中，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殿下你也是亲眼所见的。姐姐为什么要这样冤枉茵儿？你还有脸说？还在演？你以为我不知道你用磁石和胶水作弊？你处心积虑接近我，就是为了这场骗局？你真让我觉得恶心。宋兰英，你害姑害得好惨啊！如果不是你，昭义身后的兵权就是姑的。殿下，茵茵知错了，可那也是因为茵儿太爱您了。茵儿只是想和您长相厮恋而已，茵儿没有别的坏心思。你以为这样就能留住我？你毁了我的婚事，毁了我的前程，今日便是你的死期。不要，我错了，求你。你该死！姑不想听你狡辩，去地下做你的太子妃梦吧。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您啊！你不能杀我！真恶心！殿下，不要！殿下饶命啊！您不能杀茵茵，茵茵肚子里已经有了您的骨肉。你说什么？殿下，是真的。茵茵这个月的小日子没来，这几日一直犯恶心。茵茵怀了殿下的孩子啊！虎毒不食子，您难道要亲手杀了自己的亲生骨肉吗？你给姑滚！别让姑再看见你！娘娘息怒！本宫早就说过，那宋兰义不是什么好东西，就是一个上不得台面的贱胚子。她偏要护着，偏要娶，本宫怎么劝谁劝都不中用，她简直是被猪妖蒙了心。娘娘保重凤体啊！殿下如姐算看清了那女人，将她降为了侧妃。看清了有什么用？本宫在上面使眼色，使得眼睛都快抽筋了。这偏就跟个瞎子一样，什么都看不见，满脑子都是那个会作弊的假千金。现在好了，宋昭义成了顾燕慈的妻子，定远侯府的兵权也全归了旁人。他裴进之最大的底牌没了，他现在倒知道后悔了，差点把人杀了有什么用？这天下迟早要败在这个逆子手里。太子怎么样了？好端端的怎么会在早朝上吐血晕倒？回禀娘娘，殿下只是连日劳累，肝火郁结，休息一段时日便能痊愈。只是什么？你给本宫说清楚！敢有半个字隐瞒，本宫诛你9族！娘娘饶命！殿下的脉象，殿下他肾脏亏虚，精气大损，根本已是枯竭之兆。殿下他怕是此生都难有子嗣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晋之可是当朝太子，是大昭未来的储君。若是此事仔细艰难，背后又没了定远侯的兵权支持，
他这太子之位还怎么可能坐得稳？这不可能，一定是你这庸医诊错了。绝不可能！茵茵已经怀上了姑的孩子，她肚子里已经有了姑的骨肉，姑怎么可能子嗣艰难？你这老狗敢诅咒姑！你是不是诊错了？你再给姑诊，重新诊，给姑仔细的诊！殿下，微臣不敢有半句虚言啊！微臣行医多年，绝不会诊错如此清晰的脉象。微臣敢以项上人头担保，殿下的脉象枯竭已有绝痕的宋侧妃的胎，绝不可能是殿下的呀！胡说八道！你还敢污蔑侧妃！来人，去把宋兰英给姑带过来，立刻带过来！殿下，您终于肯见茵茵了。这几日茵儿在偏殿生不如死，茵儿还以为殿下不要茵儿和孩子了。你肚子里的孩子到底是谁的？殿下，您怎么能这样问茵茵？茵茵怀的当然是您的亲生骨肉啊！茵茵清清白白，从始至终只有殿下一个人，你怎么能怀疑茵儿的贞洁？清清白白，太医刚才告诉姑，姑此生精气枯竭，根本子嗣无望。你告诉姑，你怎么怀上姑的孩子？你是能无中生有吗？绝嗣，太子是个废人，那我肚子里的孩子怎么解释？完了，全完了！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这一定是误诊！殿下正值壮年，龙精虎猛，怎么可能绝嗣？这一定是太医弄错了！你这个庸医，你知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你收了谁的黑钱来污蔑我？你污蔑我不要紧，你竟敢诅咒殿下无后，你该当何罪？我要诛你九族！臣行医30年，绝不敢拿九族性命妄言。殿下的脉象肾精枯竭，精气大损，这绝非一日之寒。殿下绝无生育的可能。你闭嘴！殿下，您信茵茵，茵茵真的没有骗你，这太医一定是宋昭义派来理解我们感情的，这个孩子就是您的。你骗姑的事还少吗？身份是假的，头壶是假的，你以为姑还会再像个孩子一样信你吗？说，你肚子里装的到底是谁的野种？不说，姑现在就把它挖出来！是，我其实根本就没有怀孕，我只是吃了能迷惑脉象的假孕药。你说什么？殿下，茵茵也是没办法了。茵茵这么爱殿下，却还是被降为侧妃。东宫里那些贱人都在看我的笑话。只有怀上孩子，茵茵才能在东宫站稳脚跟。茵茵有什么错？我都是为了留在你身边啊！这竟就是你3番2次欺骗姑的理由。殿下，你想想，茵茵做这些哪一件不是为了你？殿下，皇家假孕那是要杀头的死罪，如果没有爱，谁会冒着杀头的风险去骗人？茵茵什么都可以不要，只要能跟您在一起。殿下，您原谅茵茵这一次好不好？茵茵以后一定乖乖听话，再也不骗您了。
来人，把这个贱妇拖下去，直接杖毙。能让殿下坐稳太子之位，殿下不想知道吗？宫里刚传出的消息，裴建之没杀宋兰英，他将宋兰英关进了东宫最深的地牢，任何人不得探视。虽然皇后下了封口令，但这绿帽子算是戴的整个京城都知道了。你怎么一点都不意外？就好像你早就知道这一切会发生一样。我还是有些意外的，宋兰英都这样几番骗他了，他竟然还留着他的命。事出反常必有妖，你知道裴进之最近在暗中接触什么人？北疆的人。备车。去哪儿？连夜回定远侯府。他要狗急跳墙了，我们必须先发制人。赵毅，你刚才说什么？太子他要谋反？父亲，他绝世的秘密已经暴露，皇上迟早会废了他。他现在别无选择，只能起事。这3个地方分别是私兵花名册、北疆密信和军械的藏匿点。侯爷，事不宜迟，燕启院带领平南军精锐连夜去这3处搜查。好，哪怕是刀山火海，老夫也绝不能让这等狼子野心之徒毁了大招。言辞，你立刻去搜集证据，明日一早，老夫要亲自在朝堂上揭穿他的真面目。裴进之，这哪里对你不好？你是当朝太子，未来的储君，你竟想着联合外邦，试图弑君篡位。父皇，儿臣冤枉，这都是陷害。冤枉！北疆密使的口供、私兵统领的画押都在这里，白纸黑字，铁证如山。你当朕是瞎子吗？太让朕失望了。即日起，废除太子裴进之储君之位，打入宗人府。父皇，您再给儿臣一次机会吧，儿臣也是一时糊涂啊。是宋兰心，都是受了那个贱人的蛊惑，是他先意让儿臣接北疆之力的，儿臣是无辜的啊，父皇。无辜？宋兰一能逼你养私兵，能逼你勾结北疆卖国求荣，拖下去！父皇，儿臣知错了，父皇饶命啊！公公，是不是太子殿下复宠了？是不是殿下来接莺莺出去了？太子裴彦之勾结外邦，意图谋反，已被废除，打入宗人府。不可能，这不可能！我帮他出了主意，他明明可以做皇帝的。皇上有旨，废太子侧妃宋氏，蛊惑人心，罪无可救。赐毒酒一杯，上路吧。不，我不要死！我是定远侯府的千金，我是太子妃，你们不能杀我！宋少爷，我想起来了，我全都想起来了。前世是他
他替我稳住定远侯府，替我瞒住绝嗣的秘密，助我荣登大宝。是我为了宋兰衣那个野种，亲手毒死了真正能帮我的人。赵毅，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宋兰衣是个骗子，我什么都没了。宋昭义，你回来好不好？姑不在意你嫁过人，姑也不要这天下这皇位了。姑只要你回来，姑只要你。大半夜的，废太子的疯病又犯了，真晦气。